刘小姐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骨癌晚期。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做了2次复核，不会错的。剩下的时间多陪陪家人，对自己好一点吧。本期彩票头奖号码为，奖金高达3000万元。喂，妈。佩佩啊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你爸在工地上摔了腿骨折了，工地那边不赔钱，医院催着缴费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。骨癌晚期，3000万巨款，爸爸的医药费，弟弟的未来，似乎都有了着落。妈，钱我转过去了，先给爸看病要紧。既然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，这份耗尽我心力的工作也没有了意义。最后的日子，我想留给家人。佩佩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不提前打个电话。爸，你的腿不是骨折了吗？啊，那个好得快，好得快，年轻人恢复能力强嘛。你怎么说辞职就辞职了？这么大的事儿跟家里商量了吗？你工作说不要就不要，我们一家人以后喝西北风去啊！你个死丫头，你现在生病了，不能出去赚钱了，你还想让我们养你啊？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不是女儿，只是一棵摇钱树。树倒了，他们关心的不是树的死活，而是以后没钱摇了。哟，舍得回来了。看到没？这车可是爸妈买给我的，帅吧？哎，我问你话呢，你突然辞职回来是几个意思？我那房子的月供谁还啊？你的房贷？小七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姐刚回来，累着呢。妈，你别管，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她要是不工作了，我那3000块的月供怎么办？还是说你要结婚了，找到下家了，彩礼钱又着落了？家里开销大，给我和你爸寄3000营养费吧。原来是这样，爸妈每个月雷打不动朝我要的3000块营养费，从来没有用在他们自己身上，全都给弟弟还了房贷。这个家就像一个巨大的谎言编织的囚笼，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。我曾经一度不理解，为什么我给了那么多钱，这个家却永远像个无底洞，永远在诉苦，永远没有改善。直到我看见刘琦的房间，一切都明了了。这鬼天气，手又要烂了。早知道当初就不买那个热水器了，还能换几个钱。我无数次想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可你们只想让刘琦过上好日子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弟弟又不像你那么有本事，他到年纪不得买车买房吗？妈不替他想，他今后可怎么办啊？是啊，他没本事，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宅在家里3年，就可以车房一样不落。而我这个有本事的，就活该在外拼死拼活，累到晕倒在地铁口，连个属于自己的小窝都不敢想吗？白眼了。都几点了，怎么不帮你妈做饭？越来越没规矩。佩佩啊，虽然之前骨折那事儿确实是爸妈骗了你，但你也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毕竟你弟谈了个女朋友，人家那边车房都要，现在眼看就要谈彩礼了，
爸妈年纪大了不中用，你这个当姐姐的得多想想办法。我只比刘琦大3岁，从小吃穿用度都紧着他，如今他要结婚，还得我来掏钱，凭什么？女方那边要的也不多，38万，你看看什么时候能周转一下？医生说骨癌晚期不好熬，让我遇到任何事都要放宽心。放心吧，爸，毕竟刘琦是我弟弟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不可能不管他。琪琪，吃饱没？妈再给你盛一碗。我去，中了3000万彩票！新闻上说的，这女的运气真好，到手3000万。不过新闻上都不给露脸，我猜肯定长得特别丑。丑怕什么？揣着3000万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我要是有3000万，立马换个大别墅，再买辆兰博基尼。美女嘛，左拥右抱，但一个都不结婚，都得是图我的钱。我问你们个问题，假如健康和3000万选一，只能2选1，你们选哪个？呸！说什么晦气话？当然选健康了。就是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你呢？不过嘛，要是我都快死了，临死前能中个3000万，那也值了。拿着钱纵情挥霍一把，死了也风光。那你会不会留点钱给我们，让我们也过过好日子？刘佩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没良心啊！人都快要死了，你还想着侵占我的财产？哎，你这孩子，饭还没吃完呢。没规矩。人生就该这样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才对。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。快起来！你弟他女朋友瑶瑶今天过来，人家大老远来一趟，要在这儿住几天。瑶瑶家教严，他爸妈不让我们婚前同居，所以呢？当然是要你搬出去几天，把你的房间让给他住啊。真是的，什么破规矩！可怜我们家瑶瑶，要住你这又冷又潮的小破房间。对了，姐，你第一次见他得包个大红包，3万6，就这么定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没有义务让给任何人。胡闹！你弟的终身大事，你当姐的怎么这么斤斤计较？我计较，从小到大什么都紧着他，现在连我住的地方都要抢。这房子是我的，我说给谁住就给谁住，轮不到你撒野。我已经跟你二伯娘说好了，这2天你就去她家，跟你堂妹小文挤一挤，赶紧走。姐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进来。姐，你就住我这儿，你看房间又大又敞亮，比你那小屋子舒服多了吧？佩佩来了，
你们姐妹俩好久没见了吧？趁这几天多说说话。我给你们铺好床，再去洗点水果。午饭还得一会儿，先垫垫肚子。佩佩啊，你看你瘦的，一阵风都能吹跑，多吃点肉补补。女孩子家吃那么好干什么？鸡腿给你弟吃，男孩子要长个儿，以后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佩佩，怎么了？这是菜不合胃口吗？姐，你别哭啊，是不是我大伯他们又欺负你了？喂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那个瑶瑶马上就到车站了，你是当大姑姐的，还不赶紧过来接人？磨磨蹭蹭的像什么样子？你对我真好，这烧鹅腿真好吃。那当然，我姐在大城市挣钱，不就是给我花的吗？喂，刘佩佩，别装死了啊！喂，刘佩佩，别装死了。有事儿？有你这么当大姑姐的？瑶瑶今天第一次正式上门，你倒好，在这儿挺尸，像话吗？你有病！我看是你脑子有病。说好的3.6万见面礼，瑶瑶说你没给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想让我在瑶瑶家人面前丢脸？没钱，别烦我。没钱？你骗鬼呢！刘佩佩，你可真行啊，在大城市上这么多年班，连3.6万都拿不出来。说，钱都花哪儿了？是工作不努力被老板炒了，还是都花给哪个小白脸了？我努不努力工作，你这个靠我养活的废物，最没资格评判。不过你提醒我了，我真后悔没把钱花给小白脸，至少还能听几句好话，不像现在全都喂给了白眼狼。你拿那玩意儿干嘛？疯了！佩佩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大白天的拿个锤子！刘佩佩，你干什么？那是我新买的电脑。白眼狼，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，我的命，还给你，都还给你！啊！你这个疯子！刘培培，你要死是不是？反了你了，连弟弟都敢打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调解员同志，你们可得给我做主！他刚才就是要杀了我，你们看看我的伤，我看他就是脑子不正常，最好找医生给他看看脑子是不是精神不正常。同志啊，你不知道，佩佩她以前是个很乖的孩子，可她突然就辞职了，回来后性情大变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还砸东西打人。你说会不会真是脑子出了问题？姑娘，我知道你可能受了委屈，但到底是一家人，动手实在是不应该。
你看这事儿闹的多伤和气。你们对着孩子好点吧，年纪轻轻的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个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什么？脑子真坏了！他给你们看的是精神病证明。佩佩，吃饭。这些年你在外面也不容易，是爸妈对你关心太少。是啊，你既然生病了，肯定就上不了班了。辞职的事儿，爸妈不怪你，你就在家好好歇着啊。行了，有啥好铺垫的，直说呗。刘佩佩，你既然挣不了钱了，就该嫁人了，总不能还指望爸妈养你一辈子吧？我用血汗钱养了刘琦这么多年，如今仅仅因为生病无法工作，就要被当成货物一样草草卖掉。妈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佩佩啊，妈妈也想养着你，但你弟弟他马上要结婚了，家里到处都要用钱。再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再晚点哪里还找得到好婆家？你放心，你生病的事儿我们会替你瞒着的，你就安安心心等着嫁人，给你找个好人家换笔彩礼，也算是为你弟弟做最后一点贡献了。身体里的癌细胞像蚂蚁一样啃食着我的骨头，但只要一想到能离开这个家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连疼痛似乎都减轻了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看一看这个世界，然后跟他告别。瑶瑶，你在里面吗？我回来拿个东西。你好，我拿完就走，不会打扰你很久的。大清早的敲什么敲？瑶瑶昨天累了，还没睡醒呢。妈，我有东西在里面，我急着要用。什么东西那么要紧，非得现在拿？等他水醒了再拿嘛。年轻人较多，你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懂事？我的房间，我拿我自己的东西，怎么就不懂事了？什么你的房间？你不住这里，就先给瑶瑶住了。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住咱们家，你别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。瑶瑶，麻烦你开一下门。好啊，既然好好说话没人听，那就只能当个疯子，那就只能当个疯子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疯了吗你？要把邻居都招来啊！开门！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求求你了，瑶瑶，你把门打开！刘佩佩，你给我停下！瑶瑶，你开门！你再不开门，我就去楼下接电去了。我要把门割开，你听见没有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，造孽呀！刘佩佩，你要犯病出去犯，别来打扰我俩睡觉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不好在你房间待着，你跑去……哎呀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家的脸往哪儿搁？
你有病啊，刘佩佩！你逗他干什么？我是有病，不然也不会傻到把自己的房间让出去，给你们俩当欢乐窝。你小点声，小点声，传出去人家还怎么做人？他敢做，还怕我嚷嚷？弄脏了我的床，弄脏了我的房间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把我丢出来？谁知道你在外面跟多少男人鬼混过？你别这样，还以为你是个清心寡欲的圣女呢。我看你骨子里不知道多馋男人呢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我，看什么看？你脑子本来就不正常，再敢惹我，我把这事儿也给你抖落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没人要的疯婆子，让你当一辈子老娘们儿。说完了。还没进刘家的门，嘴就这么臭。我建议你去医院做个全口拔牙，焕复新意。你要是没钱，我不介意帮帮你。行了，你跟一个疯子计较什么？闭嘴！他骂我，你没听见吗？我姐嫁不出去，对我可没半点好处，你懂不懂？放开我了！放开我不要动我的东西！姐，不是我说啊，你文采真好，小句子一套一套的。昨晚我让瑶瑶念给我听。你是春日里的第一缕暖风，你是夏日里最甜的冰激凌。姐，你以前可真纯情啊。不要脸的东西，刘琦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瑶瑶，有件事儿忘了告诉你，我弟这个人呢，从小就特别招女孩子喜欢，从小到大都是。刘佩佩，你别太过分！其实那不是什么超级帅，是他初恋的名字，叫蔡静诗。两人当时爱得轰轰烈烈，我记得去年他还来家里找过你一次吧，刘琦。你血口喷人，瑶瑶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疯了。你还想了解他什么过去？欢迎随时来问我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。刘琦，你个骗子！蔡静诗是谁？你敢打我！佩佩，来吃点水果。妈最近托你朱姨帮物色对象了，有几个条件都挺不错的。你们姐弟俩从小就打打闹闹，她不懂事儿，从小被我们惯坏了。你当姐姐的这么多年不都过来了，怎么长大了反而爱跟她计较了？你是姐姐就不能让着点弟弟吗？是啊，就因为我是姐姐，所以她的人生可以称王崩霸，所有人都要为她让步，而我的人生就只能唯唯诺诺，生怕得罪任何人。可是妈妈，我快要死了，没人为我出头，我只是想为自己撑一次腰而已。把这个摘一下。闺女，你跟妈透个底儿，你手底下还有多少钱？妈没别的意思，你看你现在身体也出了问题，你弟那新房子的贷款马上又要还了，还没钱装修，妈这不是得提前打算打算吗？
1000。就这么点儿啊？不过，我还有笔外债没要回来。多少？10万。这么多呢？那古彩好啊，啥时候能要回来？这钱要回来了，你弟的房贷和装修不就都有着落了？不好说，对方挺赖的，估计很难要回来了。呀，那怎么行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闺女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哪有不还来的道理？我跟你说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妈身上。实在不行，我让你爸跟你弟一起去。他们两个大老爷们儿，说话比咱们女人硬气，肯定好使。我看谁敢欠我刘家的钱。姐，你都烧到39度多了，快，先把药吃了。小文，别忙了，我自己能应付。快去休息吧，又麻烦你了。姐，你就是太要强了，怪不得婶子说你身体不好，还是个嘴硬的。她说你不好意思跟我们借钱就算了，怎么连生病了需要人照顾都要去借？借什么钱？婶子，我妈跟你借钱了？是啊，就前几天婶子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前段时间身体不好，做了个小手术，现在还欠着外债呢，手头紧，想找我借点钱帮你周转周转。他借了多少？5万。姐，你别怪我，我刚工作也没多少积蓄，再多我也实在没有了。弟弟的房贷还不上，妈妈就以我生病做手术的名义来骗小文的钱，而这笔债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因我而起，未来自然也是要我来还的。至于我怎么还，会不会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，根本没人在乎。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起床呢？佩佩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大伯娘，您小点声，我姐她昨天发高烧，烧到快40度，刚退下去，医生说要多休息。休息什么休息？你朱姨给你找了个条件顶好的婆家，人家是办厂子的大老板，一会儿男方家就过来看了，你赶紧给我起来。妈，我真的不舒服。不舒服也得忍着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人家不嫌你年纪大就不错了。你也别愣着，快给你姐好好打扮打扮。人家家里有钱，眼光高，这要是想嫁过去当老板娘，外形上可不能让人家挑出一点毛病。姐，你怎么突然要去相亲了？之前不是说……相呗，反正又不急。我都快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就当是看一场戏吧。刘小姐本人比照片上还好看。我这人不喜欢绕弯子，看你长得不错，我也就直说了。要是想嫁给我，钱不是问题，我们家开厂的，不差钱。但是有几个条件你得答应。第一，孩子必须生仨，越多越好。当然，必须是儿子，毕竟我家这么大的家业。第二，我妈身体不太好，身边不能缺人照顾。我和我爸都是大男人，5大3粗的照顾不来，以后你嫁过来了，就只能随时听他差遣了。洗衣做饭、端茶倒水、伺候他老人家，这些都是你分内的事儿。还有，我这人什么都好，唯一一点就是爱喝酒。没办法，
做生意的嘛，难免要应酬，应酬的场合也不可能只有男人，这点你要理解。我是在外面给你挣面子。所以说，女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相夫教子，把家里照顾好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，我们家的生意才能越做越大。你嫁给我是你的福气。原来是我预定的目的排到号了。哎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听没听见？有没有礼貌？听见了，您说，我听着呢。看来你也是个识大体的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彩礼的事儿，你妈都跟我说了。等你嫁过来，说了这么多，还没问，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？现在净资产有多少？哼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女人家别一天到晚把钱挂嘴边，俗，管好家里就行了。看来我妈没跟你说清楚我的情况。你什么情况？不就是年纪大了点儿，急着嫁人吗？放心，我不嫌弃你。看来我妈没跟你说清楚我的情况。你什么情况？不就是年纪大了点儿，急着嫁人吗？放心，我不嫌弃你。我身体不好，前几年生病，摘除了子宫，生不了小孩。什么？生不了？那你妈还有啊，我这些年在外面上班，思想也比较开放。对老公的要求呢，除了能挣钱，就是要大方，别小心眼儿。你要是介意，我可处理不好。至于你说的伺候你妈，还有家务活，我这个人手笨，做不来。不过我认识不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你要是不介意，我倒是可以在里头选个最能干的，给他开工资，让他搬进来一块伺候咱们，怎么样？你有病，神经病！刘培培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人家小伙子条件多好啊，你跟他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是不是又犯病了？我看你就是存心不想让我们好过。他先在那儿说梦话，我才跟他信口开河的。既要给他生儿子，又要给他妈当丫鬟，还得容忍他在外面乱搞。他当自己是皇帝，搁我这儿许愿呢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你就是个讨债鬼！你知不知道，以你现在的条件，去哪儿找这种婆家？啊！你把人气跑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办？嫁不出去，死在家里吗？你知不知道人家给多少彩礼？多少？58万，整整58万，就这么被你给做没了，我的钱啊！58万，原来这就是我的价格，还真是人蠢钱多。你现在就给人家打个电话，好好道个歉，就说那些话都是你犯病开玩笑的，人家兴许心善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好好说，听到没？不然我打死你！听到没？我问你，那58万彩礼是给谁的？你弟结婚不用钱吗？瑶瑶家就要38万，剩下的20万，你爸我俩身体不好，以后也挣不了钱了，当然是留下给我们养老。你是我女儿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58万就把我卖得干干净净。如果他知道我还有3000万，又会是什么反应？刘小姐，合同您再看看，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。这块福地是我们园区风水最好的位置之一，背山面水，绝对是上佳之选。就这个吧，我相信你的专业。
刘小姐真是个爽快人。说实话，我做这行这么久，很少见到像您这么有孝心又有实力的年轻人。现在很多子女都舍不得为父母花这个钱，您能为长辈选这么好的地方，真是他们的福气。孝心啊？难道您不是给父母老人选的墓地？不是，是给我自己挑的。给自己？刘小姐，您别开玩笑了。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骨癌晚期，活不久了。人生最后一段路，还不得对自个儿好点儿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刘小姐，我不知道您，没事。对了，你们合同里答应好的保密条款和定期扫墓服务，可别忘了。要是欺瞒消费者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您放心，刘小姐，我们一定遵守承诺。去往法国巴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 AF381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由18号登机口登机。年轻人挣钱就该及时享乐，不然像我这样生了重病，连去一趟心心念念的地方都做不到了。姐，你醒了，你吓死我了。我没事，机场的人联系的你。是医生，你手机上最近的联系人是我。姐，你怎么能不早告诉我？身体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出国，你不要命了？小文，别哭，我真的没事。什么没事？医生都和我说了，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。姐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小文，答应我，替我保密，不要告诉他们。为什么？姐，为什么？明明这个时候最需要家里人关心照顾了，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？为什么要瞒着？因为最后的日子里，我想活得像个正常人。我不需要旁人的悲悯，更不想亲的人对着我最后一点生命价值进行算计。好了，谢谢。刘佩佩，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丧良心的白眼狼？哎，这位大哥，有话好好说嘛，怎么能动手打孩子呢？你给我滚开！我教训我自己的女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个不孝女，把他妈气病进了医院，自己倒好，
玩失踪找不见人，这会儿还有脸来啊？你还有脸出现在医院？先生，你冷静点，这里是医院，请不要大声喧哗。我打死他！我今天非打死这个畜生不可！你这个孽障！妈，病了，病了，都是被你气的！你这个孽障，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！他在哪间病房？你给我滚，在那边！佩佩，不是大姨说你，你在大城市待得再久，也不能丧了良心啊！你看看你妈，这些年处处为你们姐弟俩打算，累成什么样了？你倒好，一回来就把她气进医院了。就是，还好这次抢救及时，医生说你妈是轻微中风，要是再严重一点，以后瘫在床上，你们这日子还怎么过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以前我们都夸佩佩懂事儿，说她最孝顺了，现在一看啊，这老实姑娘倔起来才真要命哦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快给你妈道个歉！你妈养你这么大容易吗？佩佩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你妈都气得住院了，你还到处乱跑，电话也不接。就是啊，家里都快急疯了。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刘琦呢？你弟弟感冒了，在家休息呢。照顾病人的事儿，他们大老爷们儿怎么做得来？你是姑娘家，心细，这种事儿都得靠你啊。你还有脸找你弟？把你妈气进医院，你这个当女儿的心里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？他不是我一个人气的，还敢顶嘴！给我跪下，好好给你妈道歉。哎呀，老刘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孩子气性大。是啊，在医院呢，这么多人看着，像什么样子？佩佩姐，叔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你凭什么让他跪下？这里有你什么事儿？滚开！这是我们家的事儿。佩佩姐她不是故意把婶子气病的。再说了，她自己还……他自己怎么了？在大城市过得滋润惯了，无法无天了，连皮革厂家的富二代都看不上。我看他以后还能做什么妖？我们再也不管他了。他也生病了呀。好了好了，年纪轻轻的，都是些小毛大病，好得快。这没你事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别在这添乱。好不了了，我姐她得的病好不了了。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？真晦气，赶紧走。老刘啊，佩佩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怎么还说好不了了？神神叨叨的。头疼，都出去吧。我们先出去吧。小姐还没吃饭呢。你回去给她做点饭，外卖不卫生，吃了要拉肚子的。我这边有护士，先不用管。她已经20多岁了，该学会自理了。什么自理不自理的？她从小离开过我一天吗？你是姐姐，让你给弟弟做顿饭，你摆这个臭脸给谁看？我不去。你这丫头真是中了邪了，非要把我活活气死才肯罢休，是不是？佩佩啊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半夜发高烧，是我
背着你挨家挨户敲门借板车，在大雪天里把你送到医院的。我一件衣服穿了10几年，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，省下钱来给你买新校服。你高中跟同学打架，把人家胳膊划伤了，是我跑到学校扑通一声给人家跪下道歉，才把事情平息的。我和你爸含辛茹苦养大你们俩，多不容易啊！你就这么一个弟弟，等爸妈以后不在了，他就是你唯一的亲人。你不管他，谁管他？佩佩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妈说的这些，你都忘了吗？你们的爱太沉重了，妈，我背了20多年，太累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说难听点，这不是爱，是投资。你胡说什么？你给我钱让我上大学，只是为了让我以后能赚更多的钱回报你。你们希望我努力学习，希望我找到挣钱的好工作，希望我以后出人头地，为的就是给你们养老送终，然后帮扶弟弟一辈子。可你们对刘琦呢？你们对他的希望却只是他能健康快乐吃饱穿暖而已，这不公平。你从小就成绩好，我们对你寄予厚望，这也有错？难道要让你跟你弟一样没出息吗？也许是我错了。亲情就像一根隐形的麻绳，用所谓的爱把人紧紧拴在一起，割不断，越理却又越乱。喂，你好，是护工公司吗？我想预约一个护工。姐，我想吃红烧肉，再炒个青菜。自己做。我不会啊。那就学。我有事，先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咱妈打电话说了，你回来就是要给我做饭的，还说我想吃什么开口就行。刘佩佩，你都把咱妈气病了，还敢不听她的话？我可以听话，但不包括照顾一个四肢健全的巨婴。你骂谁呢？你他妈再骂一句！谁生气就骂谁。不给我做饭是吧？行，那就别想要回你的手机。反正有密码。尊敬的刘女士，您预定的 X 车型现已到店，请凭此信息于本周内前来办理提车手续。刘佩佩，你哪来的钱买车？你不是说你只剩1000块了吗？你他妈骗我，骗我们全家！与你无关。你把话说清楚，老子不要你的破车！我那38万的彩礼钱，你是不是早就存好了？你给我站住，刘佩佩！佩佩姐，你来了。小文，你有空吗？陪我出去一趟。去吧，小文，陪你佩佩姐走走。姐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提车。提车？给谁提车？刘琦那小子不是刚买了一辆吗？是不是因为婶子中风的事儿，他们又逼你给叔叔也买一辆？你小声点儿。姐，你怎么就这么傻？你身体都这样了，还要被他们吸血？你知不知道他们现在找不到你都快疯了？不是担心你，是担心没人给他们钱花。早知道是来给他们买车，我死都不会跟你来。
放心吧，不是给我爸买的。那是你自己要买。可是姐，你的身体……没事儿，姐你要开，我可以给你当司机。走吧。刘女士，您在这里签字就可以了。车主，来签个名。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车主啊，这车40多万呢。怎么？你是想让他们知道我给自己新买了车，然后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过来，逼我把最后一个籽儿都吐出来？行，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车我不自己开，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我就是你的专属司机。姐，这里也太好吧，依山傍水，跟仙境似的，比你家那破挖房强10000倍。院长，我姐就住这儿了，你放心，钱我给她出。对了，我能不能也住这儿，好多陪陪我姐？当然可以的。太好了，那这里1个月多少钱啊？38万。多少？38万。姐，这个……傻丫头，你别担心，你姐我这几年还是有点存款的，给自己送终，绰绰有余。对，姐你太厉害了，早该这样了，把钱就该花在自己身上，让那帮吸血鬼们爱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姐，记住啊，老规矩，地址保密，有任何需要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最后的时光能在这里度过，真好。姑娘，来这儿度假，还真有想法哦。是啊，大爷，我打算在这儿住3个月。全当给自己放个寒假，这是个好地方。唉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一个个卷得不要命，像你这么懂得心疼自己、会生活的孩子可不多喽。有钱，谁又愿意去卷呢？老天待我不薄，我又怎么能再苛待自己？姐，你住在这儿实在是太明智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叔叔婶子找不到你，都快把我家的门槛给踏破了。还有刘琦，他现在就跟疯狗一样，逮谁咬谁，非说你那辆新车就是你的，说我把你骗出去害了你的命，想霸占你的财产，要我偿命呢。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抱歉，给你们和二伯娘添麻烦了。一家人不说这些，我妈心里也痛快着呢。她早看不惯叔叔婶子那么对你了，现在见他们着急上火，我妈可会演戏了，天天陪着他们唉声叹气，回头就跟我说痛快。对了姐，还有个大新闻，那个瑶瑶怀孕了，前2天她家里人找上门，逼着要赶紧结婚呢。怀孕了再结婚？可不是嘛，叔叔就说结婚可以，彩礼38万1分不能少，凑不到就拉倒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刘琦那蠢货还不乐意，非要结。他说他不答应，非要结，还说你肯定还有钱，你就是躲起来了，只要能找到你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
小文，你来了。姐，我看你在睡，就没叫醒你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老样子，越来越爱睡觉了，也好，睡着了就不疼了。姐，我好想帮你，可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傻丫头，你能时常来看我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我这里什么都好，有最好的医生护士，死后的事情也都安排好了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佩佩啊，丫头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女儿给你炖了汤，趁热喝点儿。好姑娘，你真的很勇敢。人生这条路有长有短，咱们能做的就是对爱的人不留遗憾，对自己不曾亏欠，就算不能圆满，也要了无遗憾。孩子，别觉得孤单，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家人。原来被人关心的感觉是这样的，我为他们付出了半生，却从未得到过。如今在这生命的尽头，我终于为自己活了一次，可悲又何其有幸。姐，你放心，你的兔子以后我养，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它一口胡萝卜。姐姐，我把你画在画上，以后就会永远记住你啦。姑娘家就该漂漂亮亮的，带着它，下辈子做个有福气的女孩。这种温柔的感觉，我好像也见过。来，喝点水。佩佩，去，再给你弟弟倒杯热水，快点儿！原来我记起来了，妈妈，你说深夜高烧，是你背着我借了板车去医院，是真的记错了人，还是在读我根本不记得4岁时的事？不过妈妈呀，那都不重要了。真好，天气很快就要暖和起来了。这不怪小文，是刘琦。他发现小文最近频频出门，起了疑心，便偷偷开车载着爸妈跟了过来。佩佩，我的佩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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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妈来看你了，你看看妈呀！我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睁开眼看看看，妈妈错了，妈知道错了。哭什么哭？他装的。刘佩佩，别装了，不就要你38万彩礼吗？至于演这么一出装死的大戏？钱我不要了，行了吧？你赶紧给我起来，一会儿再把妈踢进医院，医药费你负责啊，我可不管。我看他是真的欠教训。别仗着你有精神病，我就不敢打你。按照合同，我方将全权处理刘小姐的后事，这是合同，
请家属过目。荒谬！我家的闺女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外人来处理后事了？我要你们都给我滚！她怎么死的，我们都还不清楚。我合理怀疑是你们谋财害命。先生，我很理解您失去女儿的心情，但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，刘小姐亲笔签名，将所有后事全权委托给我们。如果您有异议，可以咨询这位律师。我不准！谁别带走我的女儿！我们要报警，要验尸！爸妈，你们闹什么？有人免费负责还不好吗？你们有钱给他办后事吗？这疗养院一看就贵得要死，丧葬费更不是小数目，给他花了钱，我结婚怎么办？我买房的钱从哪儿来？人死不能复生，咱们活人还得过日子啊！你们真的是刘小姐的家属吗？为什么连她得了骨癌晚期，每天靠大剂量止痛药才能活下去的事情，你们都一无所知？先生，刘小姐生前已经将所有后事全权委托给我们，这是她亲笔签名的合同。如果您有异议，可以咨询律师。我要验尸，不验尸谁都别想动他。他知道，告诉你们也没有用，你们知道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会想着法的把他的血吸干。你们这群吸血鬼！你这死丫头，说话太不中听了。我们是他亲爹亲娘，轮得到你在这教训我们？敢做不敢让我说吗？我姐在外工作这么多年，你们打过一个电话关心她吗？除了要钱还是要钱，她再苦再累，你们根本就不在乎。哼，两个倔丫头，没一个省心的，我懒得跟你们计较。怪不得这孩子会自己一个人躲在这儿这么久，真是作孽呀！行了，别哭了，是因为生病，又没人害他，他自己找人处理后事，也算不让咱操心了。再说了，哪有钱给他办后事？刘琦那边还催得紧呢。刘佩佩女士生前已立下遗嘱，经平海市公证处公证，具有法律效力。刘佩佩女士名下个人全部合法财产，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、有价证券等，合计人民币2730万元，180万。以悉数捐赠给平海市孤儿院，用于改善孤儿生活及教育条件。该遗嘱真实有效，望家属知悉。多少？2000多万！刘佩佩的遗产全部捐掉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她是我的女儿，她的钱就是我们的，凭什么捐出去？啊！你他妈算老几？这钱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他妈敢动我！姐，干得漂亮！听说了吗？老刘家那个女儿中了3000万彩票，人还没来得及花就得病死了，真是没福气哦。这算什么？我听说的更邪血，说是他死前立了遗嘱，2000多万，1分钱都没给家里留，全捐给什么孤儿院了。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这不就是书上说的那种倒霉的不孝女吗？有福自己没命享，死了还要让家里鸡犬不宁，可不是嘛？他妈当天就被气得又中风进了医院，听说这次半边身子都动不了了。弟弟要结婚，30几万的彩礼都拿不出来，房子贷款都还不上了，这家算是被他毁了。作孽哦！他要是给家里留点，哪会有这么多事？一家子鸡飞给狗跳的，真是死了都不让人安宁。
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凭什么这么说我姐？我姐生前就没被他们爱过一天，她赚的每一分钱都被家里榨干了，她不给他们留钱怎么了？那是她的钱。哎，小文啊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生恩大，养恩更大。再怎么样，那也是他亲爹亲妈啊。就是，活着的时候不能在跟前尽孝就算了，死了连钱都要捐给我爱人。我知道，在这个故事里，除了小文，没有人会站在我的角度。在3000万的巨款和不孝这顶大帽子面前，所有的真相和委屈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刘启，你来干什么？刘佩佩，你这个贱人，死了都不安稳，还他妈办葬礼，你配吗？快报警！快！真蠢，这些东西我是出得起，可你呢？一个一穷二白的人，拿什么来赔？警察同志，误会都是误会啊！我儿子他就是一时糊涂。所有损毁物品，我们都有正规的采购发票和价值证明，经过核算，总价值88万。多少？88万。赔偿问题，你们跟礼堂这边协商解决。为了把刘琦从局子里捞出来，爸低价卖了车房，又十分困难地借了30万外债。这个家，从这一刻起，才算真正开始分崩离析。瑶瑶又在催了，瑶瑶又在催了，问彩礼的钱什么时候给？爸，那30万外债能不能先拿来？蠢货！你骂我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刘佩佩死了还要摆我一道？要不是你一天到晚要东要西，我们能逼你姐月月给我们打钱吗？我们朝他要的钱，哪一分不是花在你身上了？但凡你对你姐好一点，她能寒了心，不给咱留钱。没想到，第一个想明白这层因果关系的，竟然是我爸。找他要钱的是你们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没本事，要吸我姐的血，回头来还要怪我。好人都让你俩做了，我什么我？赶紧想办法把那2000多万要回来啊！无良刘家骗你怀孕，不出彩礼，还我女儿公道！还我公道！还我公道！你看这一家人怎么这样啊？就是啊，有话咱们进屋说啊！我含辛茹苦养大的闺女就这么被你们家糟蹋了，丧良心的玩意儿！大家伙评评理啊！我闺女怀了孩子，他们就想不给彩礼。今天这彩礼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就带着你们老刘家的骨肉去跪到报社门口，让媒体给你们曝光，看你们以后还怎么做人。老刘家那个女儿佩佩不是中了3000万彩票吗？都说死后一点钱没留下，真这么狠心啊？要我说不一定，佩佩那孩子我们从小看她长大的，平时多孝顺懂事，不会这么绝情的。我也觉得，说不定老刘他们就是见准儿媳怀孕了，不想如约给彩礼，才编谎话演戏说佩佩没留钱的。我说老刘啊，咱做人得凭良心，人家姑娘都怀孕了，赶紧把婚事办了吧啊！你们不想出彩礼可以，孩子我生，以后你们出每个月5000块抚养费，1分都不能少。38万彩礼，我会想办法，不少你们的。你们先回去。
你找我发什么脾气？儿啊，是我们对不起你姐，她恨我们不愿意留钱，这才连累了你和瑶瑶的婚事。你但凡能有你姐一半有出息，事情也不会到如今这地步。他有出息不还是得病死了？我没出息我还活着，说不定能给你们养老送终，所以别在这烦我睡觉了，赶紧想办法弄钱去。手术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但有下半身瘫痪的风险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搬水泥能挣多少钱？你什么时候才攒得够38万？这下好了，1分钱没挣到，还得我想办法给你借医药费，我怎么有你这么蠢的爸？您拨讲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伯娘大伯，我来看看你们，怎么了？刘琦，他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哥也真是的。伯娘，你们别急，我先去帮你们把手续办了，接你们回家。你儿子3年前借我们10万块，现在连本带息102万。我这日子心，3天他刚借我们50万，现在竟然连人都找不到了。你们是他爸妈吧？这是爸妈吧？这是欠条，1个月后还钱。报应啊，都是报应。谁又能有那样好的运气，能中3000万彩票化解危机呢？以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？伯父伯母，刘琦到底去哪儿了？38万彩礼我不要了，但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上次说的抚养费都是气话，我现在只想让刘琦回来。我们也不知道，他走了好几天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啊！再借我一次，就一次！回想人生走这一遭，我不曾亏欠过任何人。如今生不带来，死亦不带去，还好，我还有来生。它将光明灿烂，熠熠生辉。